第15章 BC4 课程，逆时针右手套圈绑线。BC4 的内容是练习用右手以逆时钟的方向来操作套圈绑线。这个练习呢，会用到问号形状的绑线辅助器。如果你还不知道绑线辅助器是什么，或者想知道如何安装，请参考影片使用画板更换手术垫，安装问号绑线辅助器。练习的材料就跟 BC3 的课程一样，需要18公分的线。K-Box 上盖内径就是18公分，这个设计方便大家裁剪线体。建议刚开始练习的学员要用肉眼模式来练习。操作的手术垫上需要安装问号形状的绑线辅助器，并且在练习之前用双手把18公分的线在绑线辅助器上打一个结。建议有长的地方，有短的地方。长的地方是要拿来做甜蜜区使用的。在开始练习前，再提醒各位学员有6个重点。首先呢，辅助手左手的位置要固定，再来要有宽广漂亮的甜蜜区。我们是逆时针绕 A 到 C， 再进入 B。入圈的时候用双手内旋来帮助入圈。入圈之后要记得双手追短线，双手追到短线，打结前记得要是抓住尾端，避免产生尾圈。好，开始练习。一样，左手辅助手的位置要固定，逆时针 A 到 C， 入圈到 B， 双手追线。那在打第一个结的时候，尤其要注意要把结拉得很紧，才可以把结固定在绑线辅助器上。如果没有拉很紧的话，它很容易松脱，也代表说你打结的效率不好，打结的品质没有这么好。实际手术的时候，很常遇到这样子的状况，就是短线拉到上方去了。这个时候我就不建议你这么不变通的一直使用逆时针套圈绑线。这个时候呢，应该使用的观念是高效率套圈绑线。高效率套圈绑线是什么意思呢？请你把顺时针、逆时针的基本动作都练习好了之后，我们再去看第16章高效率套圈绑线的概念。这个不论是在腹腔镜手术，或者说是达文西手术，或者是传统开腹手术，这个观念是通用的，给各位学员做参考。BC3 课程也有提到，当我们打结之后，其实线会自转，所以我都会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左手在下一次打结之前，我会放开，重新抓线，再制作一次甜蜜区，这样子才能最有效率的做好每一次的打结。又来了，当我们短线是朝上的，我们还是逆时针的话，我们会绕一大圈去追尾线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出一个叫做高效率套圈绑线的概念。请大家记得一定要去16章看一下哦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，当线剩很短的时候，你为了要去制造一个宽广的甜蜜区，左手辅助手的位置会跟一开始线长的时候稍微有一些不一样。像这个时候，我的辅助手会比较偏原本该固定有的位置的地方，在左侧一点点，因为这样子我才做得出宽广的甜蜜区。简单来说，实际手术的时候，不是左手的位置始终一成不变。掌握好了大原则，但是能够随时灵机应变才是最重要的。毕竟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都是好猫嘛。练习的时候，建议各位尽量往20个结的方向打，因为实际手术的时候很常遇到线很短，差一个结就完成了。有练习，在实际手术的时候会比较得心应手。2个小技巧供大家参考，不妨有时候放掉左手，重新制作甜蜜区。还有在入圈的时候，记得双手内旋，用这样子的小技巧进去。尤其短的时候，一定要双手追线，不要自己卡自己，来完成最后一个结。好，完成。这个时候还请各位学员回顾一下你的手术垫，是不是每个结都打得扎实完整，没有空隙。
结容不容易在绑线辅助器上滑动。如果结打得扎实牢固，要从绑线辅助器上把它推下来，基本上是相当困难的。你准备好来挑战了吗？跟着我一起苦练吧。